是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还好意思赖在这儿？亲闺女都摆在那儿了，假的不走，真的怎么回来？养了16年，吃顾家的穿顾家的，识趣的自己就该滚。小声点儿，隔壁老周听见了又嚼舌头。听见怎么了？他儿子考3年大学没考上，还有脸管我家闲事？养父母故意在我门口说我是被抱来的假千金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穿书而来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乡下的4个亲哥哥将来都是大佬，这大粗腿我必须抱紧。你干什么？大半夜的开什么门？我今天就回农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今天就走，回苏家村。他们笑了，真以为赶走了一个累赘。我也笑他们不知道我捡了多大的便宜。让一下。那个养了我16年的家，合影里从来没有我，但没关系，我真正的家在前面等着呢。姑娘，第一次坐拖拉机，手这么稳。我不嫌脏，回家嘛，什么都不嫌。4个哥哥，书里说他们将来个个都是人物，可现在他们看我的眼神跟看一件走错门的行李差不多。你手真白，城里来的吧？锅里还有糊糊，自己去盛。大哥苏怀远，怀远集团创始人，16岁辍学扛家，后颈的疤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是怎么来的。城里小姐吃得了这苦，住几天就得跑。我不跑。你就是那个在顾家白吃白喝了16年的可怜虫。你爱吃的腌萝卜，娘给你装上了。到了那边要听话，别惹人家不高兴。不用了，这些东西带过去，丢人。妈，腌萝卜我爱吃。微微，你在这破地方住了16年，真是委屈死你了。看看这手。妈，快走吧，这地方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。以后两不相欠，别想着攀关系。你们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老大，带老2、老3下地吧，今天那块破地得割完。爹，那我去收拾那间屋，以前微微住的。木板床是有的，被褥让你娘给你找一床。咱们家穷，你将就些。你叫苏清河对吧？对。清河，你会做饭不？会一点。那你会做啥？你想吃啥？土豆饼。你会做土豆饼不？会。娘，清河会做土豆饼。大哥、三哥，清河做的土豆饼比集上卖的还好吃。你又偷吃？我没偷吃，清河让我先尝的。你自己抢的吧？好吃。咽下去再说话。清河，你这土豆饼放了啥？比娘做的还香。我切了点葱花，还放了一点点花椒面，就一点点。明天你还做？你想吃我就做。你从顾家出来，他们给你钱了没？没要，本来也不是我的东西。你不打算回去了？我回哪儿去？这儿就是我家。你知道咱家多穷吗？今天这顿土豆饼，油是借的，花椒面是大姨年前给的，米缸里那点米吃到月底就没了。我知道。你上午在厨房，米缸快见底了吧？见了。那你还不跑？大哥，你后颈那道疤怎么来的？那疤别跟爹提，他到现在还睡不着觉。我不提，但我能治。我知道他们的结局，也知道他们吃过的苦，我得一样一样替他们抹平。好好看着家，别让你弟弟们饿着。知道。那丫头，我看着。你看着她点儿，别让她干太多活。她在顾家长大的，没做过。快走，别耽误了。他们走了，就剩我了。
艾草、薄荷，还有后面那片山坡野甘草。书里写过，苏家村遍地是药，可村里人只当野草。甘草煮水，甜味足，能防中暑；艾草、薄荷熬膏，活血化瘀，治冻疮。甘草水得拿到井里镇着才凉。可这口井在哪儿来着？书里说顾念微每次回乡下都惦记那井水，甘甜冰凉。同一个地方，他只记得甜的。我找这口井是为了给干活的哥哥们送水。小弟弟，请问村里的水井往哪边走？从这边直走，拐个弯就到了。多谢。老苏家换回来的那个，长得比念维俊多了，眉眼鼻子一看就是苏家的种。丫头，你是苏家刚换回来的亲闺女？是呢，奶奶。哟，瞧瞧这模样，笑起来跟沾了蜜似的。你叫啥名儿？苏清河。苏清河，这名真好听，比咱们村里那些花呀草的强多了。您过奖了。苏家丫头，你这罐子里装的啥？还特意拿到井里镇着？我熬了点东西，家里哥哥们下地干活，手上都磨出血泡了，这个能治。你还会这个？瞎琢磨的。比念湾那懒丫头勤快多了。以前微微在家，别说送水，饭都不做。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差这么多。哎，你们说顾念湾会回来不？如今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我看悬。那顾夫人话里话外都瞧不起苏家，说别想攀着他女儿捞好处。你们看苏清河这身打扮，像带了银子回来的，搞不好真是被人家赶出来的。这破地，割不完的割。渴死了。以前微微在家，好歹给口水喝。少提他，人家现在姓顾。大哥你呢？喝你的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一路问的。这是啥？泥巴糊？草药膏，艾草和薄荷熬的，治血泡。城里小姐过家家呢，哪有草是甜的？不对，哪有草能治血泡？三哥，闻着还挺清凉。别瞎凑热闹。三哥，你手上全是血泡，明天锄头都握不住，试试。我才不抹，谁知道你摘的什么野草？那我放这儿了。三哥，真挺清凉的。三哥，你在干嘛？没干嘛，上茅房。上茅房，你手怎么绿了？月光照的，月光照出来是绿的，你管得着吗？回去睡觉。闻，让你闻，你个大嘴巴，明天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我让你骑不成自行车上学。呸呸呸！我就说好用吧，你还说人家是泥巴糊。闭嘴！你脸绿了，明天怎么见人？书里写过，苏星野，北斗系统总师。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：我拆的第一台电器是我家杂物间里一台破收音机，线全断了，壳也碎了，但我修好了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新闻和报纸。清河，你那天熬的那个绿药膏还有没有？有，你要用？不是我，是三哥。苏明昭，你给我闭嘴！他手上的血泡又破了，他不好意思跟你说。你再说一句试试。厨房灶台上，第二个陶罐，新熬的，比上次多加了一味金银花，消炎更好。我没说我要用。我就放那儿，你不用也行，放那儿我这厨房看着也顺眼。他肯定去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破喇叭早不坏晚不坏，后天就检查了。老赵呢？
叫老赵来看看。老赵去县城了，后天才能回来。那咋整？检查过不了，我这村长还当不当了？要不叫苏家老二来看看？那孩子会修电器，我家那个收音机就是他修好的。半大孩子，算了，叫来试试。喂，响了！你小子行啊，跟谁学的？自己学的。自己学的？咱村广播有好几个都不响了，你能给修修不？能，但要线。线我给你找。给家里。你自己挣的，自己拿着。我不用钱。你买书钱不钱？给他。收音机我不用。是你拿给我的。买个新螺丝刀吧，你那个自制的，我看着都替你丢人。听说了吗？老苏家老二把村广播全修好了，村长到处夸，说这孩子是天才。何止广播，镇上农机厂一个劲儿的要苏星野去他们厂里看看。一台苏联进口的星帽坏了3个月了，县里的工程师来了3波都没修好。苏联进口的，他能修？谁知道呢？当初谁说苏家是赔钱货来着？5个孩子个顶个的好，都是苏亲家祖上积德。我就知道，你属猫的，走路没声。我一直坐院子里看星星，你自己没看见我。你又没血泡，预防不行。三哥，你说实话，你觉得清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你觉得他好不好？他好什么好？城里小姐，做个饭熬个药膏你就被收买了？那你为什么半夜偷偷用他的药膏？药膏好用，跟他是两码事。是吗？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他做几顿饭熬几罐药就是自己人了。他在那个家里长大，你以为他能看得起咱们？可他回来了，但不是他想回来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回来？你太容易信人了。微微走那天，你哭没哭？我没哭。你哭了，我看见了。你躲在鸡圈后面擦眼睛。进来吧。这都是你画的？嗯。画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村广播，它的问题是接线早打1，但不是所有氧化，只有这一个接头，因为它的位置刚好对着水井，水汽大的时候就氧化得快，所以我给它加了一个防水的胶套。我说多了？不多，你说的比我听的还要有意思。这个也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那天在后山看的摘艾草，这个是后山的植物分土图画，哪些列长了什么？二哥，你观察这些东西观察了多久？就看一眼，3年就看完什么？水凉了，明天我给你再烧一碗。二哥，你以后要修的东西会比收音机和广播大很多。三哥，药膏用完了没？我又熬了1罐，放在灶台上，这次加了车前草，消肿更好。谁用你那药膏了？三哥昨晚半夜偷偷用，我都看见了。苏明昭，第一次是你放田埂上那罐，第2次是灶台上的那罐，第3次是昨晚他自己说的药膏好用。我没说，你说药膏好用跟他是两码事儿。三哥，药膏好用就行，跟是不是我熬的确实是两码事儿。好用你就用，不好用你骂我。我又没骂你。你骂了，你说我是城里小姐过家家，那是以前。老三从生下来就没对人说过那是以前，你是第一个。因为我脸皮厚。苏星野，哪个是苏星野？就是你。村长说你会修机器，你跟我去厂里一趟。你要是能修好，我给你10块钱。我试试，但不一定修得好。试试就行，走吧。厂长从哪儿找了个半大孩子来？听说是个农村学生，修过广播。修广播和修拖拉机是一回事吗？你一个农村孩子，17、18岁，你们机械局得派人来看看。我老张修了20年机器，没见过这样的。这小子属什么的？清河，你帮我看看这道题。什么题？数学。老师说我算错了，但我明明没算错。你没算错。我就说嘛，老师非说我错了。但你答案用错了地方，你算出来的是麦子的重量，
但问题问的是需要几亩地，你算是对了，带错了数字。还真是。你三哥当年也这样，算的比谁都快，就是不看题目问什么。那三哥后来怎么改的？没改，他后来就不算麦子了，他算钱。老二跟我说了，说什么？你给了他收音机，还给了他铅笔。他那个人从小就不会跟人说话，但他给你的那张植物图，他画了3年，之前谁都不给看。你回来才几天，我们家变了不少。变得好还是不好？饭桌上话比以前多了。老三以前吃完饭就回屋，现在会在院子里多坐一会儿，说是擦自行车，但那自行车已经擦了3遍了。明天你药膏给爹留一罐，他腰不好，冬天疼得睡不着。好。你找谁？苏星也是住这儿吗？二哥，有人找。你就是苏星野，农机厂那台拖拉机你修的？你怎么判断是油路问题，不是电路问题？发动机能转，只是转不稳。油路问题，它会转。这3台，一台是农机厂的调速控制器，一台是现印刷电机驱动器，一台是我们局里的检测仪器。3台都不工作了，报废单都填好了。你要能修好，我给你申请一个县里的技术鉴定。有鉴定图吗？都没有，这几台都是50年代苏联进口的，图纸早就丢了。那我得自己画。你自己画？先拆开看，看懂了就能画。这孩子跟谁学的？自己学的。自己学能学到这个程度？他拆了3年东西，拆完再装回去，装不回去就再来。赵师傅，喝杯水吧。我二哥修东西的时候不让人打扰，可能要好几天。你是？他妹妹。你们家一个比一个有意思。二哥，你再不吃我就要喂你了。放哪儿？上次你也说放哪儿，放了3个小时，糊糊都成砖了。放那儿吧，这块可以留着。留着干嘛？做模具，这个形状刚好能卡住雕塑器的外壳。二哥，在你眼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用来修机器？你呢？你看什么都能做药膏？那是因为后山长什么我看得见，你眼里那些东西我看不见。热的。废话，刚出锅的。第1台修好了，明天开始第2台。不休息一天？那个工程师说报废单都填好了，我想看看填了报废单的东西还能不能活。能的。又来了。噪音比原先还低。这个精度。苏星野，你这校准模块，你的设计思路是什么？原机的校准方式是机械式联动，误差累积。我改成了电子信号反馈，误差不累积。电子信号反馈这个技术，我们省里都还没普及，你在哪儿学的？我自己想的。那天晚上修完第3台，我发现机械联动有一个拐点，拐点之后会多出0.3毫米的偏差。我算了一下，5年以后这个偏差会大到不能用，所以就换了。你算过5年以后的偏差？你连5年以后的事都算？不是算，是画图的时候刚好看到了。这是我们局长签的县机械局特邀技术顾问，每个月工资25块，你不用坐班，有空就来帮忙，看看能不能接受。25块，太多了。太多？我修不了那么多机器。苏星爷，你知道吗？我干技术这行30年，第一次碰到嫌工资多的人。我不是嫌多，我是想，如果有机器要修，我随时来，不要工资，你帮我找几本书，电路方面的。整成新华书店，你拿着这个去找一个姓郑的经理，他会帮你调书，全国的电书，你要多少给你调多少。那是我二哥。这孩子从小话都不说，谁能想到是天才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祖坟冒青烟，不是祖坟冒青烟，是人家爹妈会生。
你们看看苏家这几个，老大稳重，老二聪明，老三机灵，老四精神，加上那个刚回来的丫头，都给他哥送了几回水了，天天送，药膏熬了几罐了，全村都用上了。青青河，二哥上省报了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了。你怎么不往前站？站这儿也能看见。来，站这儿看。一份留着，一份贴墙上。天才，二哥，你现在是天才了。采访一下，天才今天中午吃的啥？糊糊。天才就吃糊糊？不行，明天我给你加个鸡蛋。你上次给我加鸡蛋是2年前，而且那个鸡蛋是你偷4弟的。什么？那能叫偷吗？那叫资源重新救治。三哥，我说那年我的鸡蛋怎么少了一个？一个鸡蛋你记了2年，苏明钊，你心眼是针尖做的吧？针尖也比你这个鸡蛋贼强。行了，明天我给你们1人加1个鸡蛋。大哥，你哪来的钱？工地提了工资，昨天发的。涨了多少？够给你们1人加1个鸡蛋。大哥，这个给你。什么？治腰的，你每天扛水泥，腰肌劳损。这个睡前抹，透骨草加艾草，活血化瘀。你什么时候熬的？昨晚。你在工地加班，我等你回来，顺便熬了。大哥，通知书还在吗？在，给我看看。那是废纸了。不是废纸，我想看看。省城重点高中，大哥你考上了，那你怎么没去？吃饭。今晚月亮挺圆的。没了！我拍了2个钟头，你跟老子说没了！这个月的指标卖完了，下个月再来。下个月，我家的麦子都快黄了，煤化肥要减产1半，喝西北风啊！你让我一秒打化肥统配，月底指标卖完，每个月都不够，每个月都有几百号人白牌。镇上化肥永远不够卖，谁有货谁就说了算。但货在哪儿？供销社没有，不等于别的地方没有。省城农资公司的仓库里堆着几百吨卖不掉的化肥。你怎么知道？书上看过，包装破损被供销社退了货，堆在仓库里没人要，但农民不在乎。化肥就是化肥，破袋子也能撒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他们的业务科长姓于，他手上压着几百吨破损化肥的库存，今年再清不掉就要被扣奖金。你要是能把这些货接过来，你说了算。破损化肥，供销社不收，运费呢？从省城运到镇上，运费谁出？你跟他谈，让他出运费，他巴不得清库存。你帮他解决库存，他帮你出运费，公平交易。我需要一个介绍信。苏孝义贸易还没注册我是个人。村长那边，我去帮你说。上次二哥修了村广播，村长欠咱家人情。好，明天一早去省城。你谁啊？苏家尊的，我叫苏孝义，我来谈一笔买卖。买卖？你多大？18？但我要谈的买卖跟你们仓库里那几百吨破损化肥有很大关系。谁告诉你化肥的事儿？没人，我猜的。每年供销社退货，化肥堆在仓库里，今年再不处理就要上报作废。那您的年终奖够了，你跟我进来。你有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那你来谈什么买卖？我没钱，但我有这个，镇上每月化化肥缺口的数据，3个缺口加起来，刚好是你们仓库里积压的破损化肥数量。这些数据，你从哪儿弄的？自己算的，在供销社门口蹲了3天，数人头。你接着说。你把破损化肥批给我，运费你出，因为你在清库存，不是我的进货，价格比供销社低2成，因为包装破了。我拿到镇上卖给农民，农民得好处，我得差价，你得处理库存，3方都赢。你要多少？先批3车，卖得好，下个月再来。3车，你一个没成年的农村孩子能吃得下？吃不下我吐出来还你。
化肥比供销社便宜2成，每人限购2袋，多了没有？真比供销社便宜，自己看价格。袋子破了，化肥没少吧？少1粒，这车我白送你。都家老三，以前倒塑料羊鞋的，现在倒化肥了，而且他拿的是政府批条，不是黑市，是正规渠道。师傅，下单还是你？周5 3车，我给你加1成运费。得嘞，苏老板敞亮。三哥，这车多少钱？不贵，不贵，是多少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又不会骑。你教我，我就会骑了。等你腿长够了再说。这个送你。字真丑。我的字不丑，是你审美有问题。那天你给我说的农资公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书上看的。哪本书？忘了。买的？旧的？新的。下次出门戴上头盔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上次骑自行车都摔沟里了。那是3年前，大哥。链条上点油，新的也得保养。这个，给你。你给我这个嘛？有用。你怎么知道有用？你刚才说谁有货谁说了算，但你现在只有批条，有了这个，你就能自己投标，不用经过农机公司。二哥，你脑子到底是修电路用的还是算账用的？都是。等我中了标，给你买个新的万耀表。你那个自制的，我上次用它拧螺丝电了我一下。那是你拿反了。我知道。午饭了，歇会儿。你干啥呢？那玩意儿你看得懂？这个位置2楼外墙，按图纸施工会出问题。你一个扛水泥的看得懂图纸？这是设计院出的图。去，吃完饭赶紧上工。工头，你让我去找项目经理。如果我说错了，下午我扛双倍水泥，不加工钱。行，你等着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什么事儿？这小子说图纸有问题。你是干活的？扛水泥的。扛水泥的跟我说图纸有问题，你说说看，什么问题？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受力点全偏了。你继续说。按这个图纸施工，到时候整栋楼的结构都要重新加固，加固的钱比盖一栋新楼还贵。你跟谁学的？自己看的。工地上有些废图纸，我捡回去看过。你捡废图纸看了4年？不只是看图纸，工地上每个工种怎么干活，我也看。砌墙的、绑钢筋的、搅拌灰秧的，都看。你把这份图纸让设计院重新校查一遍，就按他说的3个点。经理，他一个扛水泥的，让设计院重新校核，这要是搞错了，搞错了也就是多算3张纸，搞对了，这栋楼能多站50年。去算。你叫什么？苏怀远，多大了？20，干过施工，扛了4年水泥。县城新百货大楼这项目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我缺一个施工队长，原定的队长上个月调走了，你敢不敢接？敢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工地上不管是谁，项目经理、技术师、甲方派来的监理，如果我说图纸有问题，他们得听我说完，不能因为我是扛水泥出身就先入为主，觉得我不懂。苏怀远，你知道刚才建医院那3个工程师怎么说你吗？他们说你用的校对方法不是科班出身根本不可能想到，但你连科班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跟我要条件，不行吗？行，而且我再加一条，以后公司所有的施工图纸在开工前都先让你看一遍，你看不出来的不怪你，你看出来的
每一条我给你加奖金。签字。成了。大哥，这是20倍。嗯，你以前1个月多少钱？购买土豆。这个，你帮我收着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自己放？我粗，放哪儿转头就忘。你心细，你给我放着。你也吃？我吃了。你没吃，你每次说谎都会摸耳朵。吃。我当了施工队长，以后家里的鸡蛋管够。大哥，你刚才笑了没？没有。笑了。你吃第一个鸡蛋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。那个不算笑。那算什么？算行吧。百货大楼，施工队长，大哥你行啊！我这边化肥还没卖完第2轮，你那边连大楼都盖上了。还没盖，才开始。那也比我这小打小闹强。你那是小打小闹，你上个月流水，算了，我不说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流水？你每次回来把账本放枕头底下，我帮你筛被褥的时候看到的。大哥，你偷看我账本？不是偷开，是正好翻到了。多吃点，扛水泥伤的腰，吃肉补补。吃肥肉补腰，那补什么？补脂肪。肥肉的主要成分是饱和脂肪酸，人体摄入后转化为脂肪，和腰部肌肉修复没有直接关联。二哥，你能不能偶尔说人话？这就是人话。这张通知书我压在箱底6年了，今天第一次拿出来给人看。为什么今天？因为今天我终于觉得没去弄书不是我的错。以前每签4折，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承认一件失败的事儿。今天不一样。明天我去百货大楼工地，这边工地我不干了，以后不扛水泥了。清河，谢谢你。路上吃，省城到部队要坐1天1夜的火车。三哥，你上次从省城回来，不是火车上有盒饭吗？那是我的钱买的，你现在是当兵的，那你还给我买馒头，我乐意，拿着。清河，你信里写的啥？我能不能现在看？到了部队再看。为啥？因为你现在看了会哭，到了部队哭了没人笑话你，新兵哭是正常的。豹妹妹脸红，到了部队怎么跟教官说话？清河，等我回来，给你带部队的罐头。听说比三哥买的罐头好吃。你先把军资站好了，再说罐头的事儿。你以前练过？没练过，就是平时跑得快。你是不是在逗我？报告连长，没有。平时跑多少？没算过，每天上学来回10里路，有时候放学帮同学跑腿加几里。帮同学跑腿？嗯，帮他们买东西，跑一趟能赚2分钱。你用跑腿赚钱，练出了全师新兵5公里第1。报告连长，是第2。我刚才看到秒表了，比去年全师纪录还差9秒。我明天再跑一次。明天，我专门给你掐表。循环，循环，循环！苏明洲到。以前打过，今天第一次。你知道我们侦察连的训练大纲里，新兵第一次打靶及格线是多少吗？6发重靶，10发全中是特等射手标准。你今天是第一次摸枪？报告连长，是。见鬼了！苏明洲，你在哪学的？我见过，我自己想的。在去年军区特战队的一次演习方案里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就是看地图觉得那条路最近，最近的路是直线穿过雷区，最短，但你偏偏选了一条绕远的路，而且这条路刚好是所有路线里唯一不会被蓝方火力锁定的。教官，
那个直线穿过雷区的方案我算过了，真到了演练场上，没有人会把雷区铺在一条直线上。如果是我，我会把雷区往河道方向偏200米，刚好把那条直线全部覆盖住，所以我选了河道。如果让你指挥一个侦察排，你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先把地图上所有最近的路全部放弃，因为敌人一定会在最近路的下枪口上，是在超近路上。苏明昭，你的分配命令下来了。苏明昭，我当了15年兵，你是第2被侦察连直接从新兵连调走的，第1个现在已经是团长了。连长，侦察连能学什么？能学到怎么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你以后会保护很多人。是。每个来侦察连挑人的教官我都给看过，他们看完只有一个问题：这小子什么时候能来报道？现在你来了，这个还给你。走那天我没跟你说实话，我说你会保护很多人，但有一句话我没说完，你第一个要保护的是你自己。草药膏我多放了2罐，手上磨破了就抹，别拿嘴顺。你要是敢给我带一身伤回来，我就再也不给你熬药膏了。说到做到，苏清河。苏家的部队来的信。这小子晒黑了，但壮了，你看看这胳膊，比走的时候粗1圈。这个是新式的854狙击步枪，他进的不是普通侦察连，是特种侦察。二哥，你看照片看的是枪，枪和人都看了。书里写的是对的，他们不是慢慢成长的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机会，而我就是那个给他们机会的人。丫头，那不在这些天，家里辛苦你了。妈，姥姥她走了，没受罪，睡过去就没再醒。走之前叫了一声我的小名，他说：“燕子，妈走了。”你娘在那边守了半个月，没怎么睡，我让她多住几天，她不干，说家里孩子没人管。爹，你也不拦着她。哎，拦了，拦不住。你娘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丫头，娘不在这些天，你几个哥哥，老二那个省报我看到了，村长专门送了一份到娘家，老三那个铺子也看到了，老四那喜报我临走前还没贴上去，你大哥那个合同他今天才告诉我的。他说是你跟他说了那句话，让他去看2楼外墙。丫头，你回来以后，这个家就不一样了。妈，是他们本来就厉害。你也是。妈，姥姥走的时候叫你燕子。以后我也叫你燕子，不是每次，就偶尔叫你燕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娘还在。老三那摩托车花了多少钱？你管人家孩子花多少钱？他自己挣的。我没说不行，我就是问问。问问？你上次问他倒废票的事儿，他跟你说了半个小时，你一个字儿没听懂，又问。这次我不问技术，我就问那个摩托车能不能再带一个人？你每次回娘家，大拖拉机颠得悠腾，让他送你。老苏，你这个人想心疼我就直接说心疼，拐这么大个弯儿让老三送你。老三听了还以为你想坐摩托车兜风。那也不是不行。听说了吗？省报上那个天才少年苏家老二，县机械局给他发了聘证书，每月25块，一个19岁的孩子坐办公室的工资。还有那个骑摩托车的苏老三，镇上挂了个牌子叫苏萧易贸易。我听说他连省里的批条都拿到了，供销社主任见了他都得递烟。苏家老大呢，我听说也不扛水泥了。扛什么水泥？现在是施工队长，县城新百货大楼他带队盖的。还有一个呢，苏家老四听说在部队当特种兵，从直接被侦察连挑走了。当初谁说苏家是赔钱货来着？谁说苏清河是被赶回来的扫把娘来着？4个孩子，不，5个，
把人家姑娘算上。那个苏清河没来之前，苏家4个儿子，老大扛水泥，老二不说话，老三到货被人骂，老四跑个步都被说脑子有病。他来了以后，老大当了队长，老二上了省报，老三挂了自己牌子，老四进了特种部队。这是苏家祖上积的，积到这一辈，全在这个丫头身上兑现了。可不是，我早先就说了，苏清河那丫头面相好，笑起来跟沾了蜜似的，旺家。对，就是旺家。苏清河回来半月，苏家一整个翻天覆地。清河啊，来打水，来，我帮你压。婶子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跟婶子客气啥？哎，清河啊，婶子有个事儿想麻烦你，你二哥能不能哪天让他帮我家那口子看看村里的广播设备，好几个喇叭都不响了。我跟二哥说说，周末应该有空。好，到时候婶子给你们包饺子，拿着，自家种的。你上次教我那个艾草泡水治蚊子咬，可好用了。大娘，太多了，我拿2根就行。2根够谁吃的？多拿点儿，你家那么多人呢。苏丫头，这个你拿着。你家三哥上次帮我弄了一批平价化肥，麦子收成比往年多了30%。婶子，三哥做生意是应该的。什么应该的？这叫良心。清河，你去打水还是去抢劫了？村里人给的。谁给这么多？这块腊肉王家婶子家的吧？他家腊肉最好，以前过年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。微微每次路过都也咽口水，人家从来不给他。现在倒好，送这么大一块。你这次探亲假几天？5天，后天就走。连里有个演习，我得赶回去。你上次说村里刘大彪占了咱家一块地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刚才路过那个猪圈了，猪圈墙头上蹲着一只公鸡，歪着头看我。那公鸡是刘大彪家的，你别去碰，他那个人不讲理。咱家以前那块自留地被他占了10年，爹去要，被他用锄头柄砸了后颈。大哥冲上去护爹，也被砸了。那年你多大？5岁。我趴在门缝里看着大哥后颈流出血，看着爹躺在地上，看着娘跪下来求他别打了。后来我问过大哥一次，后颈的那道疤疼不疼？大哥说不疼了。我说你骗人，大哥真的不疼了，因为那次爹没被打死，只要人没死，疤就不疼。你俩说什么呢？说那块地。哪块地？被刘大彪占的那块。那块地，我上次去村长那儿翻过村里的土地档案，从民国37年开始就是苏家的。那刘大彪凭什么占了10年？凭他是刘大彪，凭当年村部怕他，凭爹去要地的时候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凭的是不讲理，而且是没人敢跟他讲理。现在有人了。以前我们家只有4个人，现在我们家还有这些，不是一家人，是全村。他们欠咱们的人情，比刘大彪欠咱们的地多。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你这话跟谁学的？看电影学的。哪部电影？还没拍出来的电影。烫，好吃！还没上桌呢，你个馋鬼，在部队没饿着你吧？部队馒头是方的，没咱家的圆。方的也是馒头，是比走的时候粗了。行，这块鸡肉值1个馒头。娘这馒头比以前甜。一样的面，一样的手，怎么以前不甜，现在甜？以前娘你没笑这么多。是娘以前没笑够。二哥，过年还看书？这本书是新的，苏联原版翻译，里面有3种放大电路的设计思路。我以前在旧书摊上看过残缺的那本，缺了最关键的2页，这本是完整的。你猜缺的那2页写了什么？什么？负反馈原理，做高精度运算时的关键，减少失真。苏联工程师花了8年才从理论推导到实际应用，我4年前就开始自己推导了。清河，谢谢你放在我门口的那台收音机。
如果那天你给的是一台好收音机，我大概打开听一下就放下了。你给的是一台坏的，他逼我拆了它。二哥，别光看书了，帮我搬一下猪肉，这半扇猪死沉死沉的。帮我拿一下，别弄脏，新的。二哥，你抬稳点儿，你那边高了。我这边高是因为你那边矮，你弯腰。我多高你多高，我比你矮3厘米，我弯了。两个天才，抬个猪肉都不会。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这是物理杠杆原理，支点不对，不是杠杆，是重心。猪肉的重心在腹部，你俩抬的是前后腿，力矩分配不均。挺精神，比你爹年轻时候还精神。我年轻时候比他精神，就是没他运气好。娘，部队来信了。小时候跑个路都摔跤，如今全市第2名。娘，是除团长以外的第1。连长说我们那个侦察连全市最挑剔的单位，所以是万里挑一。什么1万？你少跟你三哥学吹牛。贴堂屋墙上，跟老二的省报并排。今年我们苏家从头开始，老二、三哥、老四还有清河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第一次喝酒，在部队不许喝。年这个时候，咱家桌上只有糊糊和咸菜。今年有白面馒头，有猪肉，有苹果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这个村里人想叫苏瘸子，我认了。以后谁再叫，老子给他2巴掌。刚才吃饭你笑了10多次，有那么多吗？有，我数的。大哥，你以前过年没有笑过吗？以前过完年我就去工地睡觉，今年不去了。因为家里有新棉被了。不是，压岁钱不多，百货大楼首期工资还没发全，先给你这些，开了春发了全薪再补。大哥，你自己糊的？这是我第1次收到压岁钱。顾家没给你发过？发了，给别人发的时候，顺便也给我了一个红包，里面是1块钱，别人的是5块。以后每年过年我都给你发压岁钱，不顺便，不是从别人的里面分出来一张，是单独给你的，就你一个人的。那不是顾家的车吗？来了。谁？讨债的。你拿这些干嘛？弹药。苏清河，出来。顾夫人，好久不见，进来坐坐。不必了，我们来谈正事。根据现行户籍管理条例和民事抚养条例，苏清河的户籍目前仍在顾家，法律上他和顾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尚未解除。要么人回去，要么把16年的抚养费结清。顾家养了他16年，吃穿用度哪样不要钱？粮食、布料、学费、医药费，16年哪一笔不是从顾家账出去的？医药费，清河上次发烧40度，你们送他去医院了？那天我自己去的，扶着墙走到厨房倒了杯水，顾夫人让我别把水滴到地上。过去的事儿不说了，我们今天是来谈正事儿的。这是抚养费清单，16年的费用，我们列了一个明细，你们看看。就这些？我问就这些？16年吃喝拉撒就这个数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就这些，不是嫌多，是觉得你们要少了。点一点。看来你们苏家走了狗屎运。顾夫人，这点钱对你来说是救命钱，对我来说是这个月的流水，要不要对一下账？按照协议，抚养费结清后，双方所有权利义务关系终止，再无瓜葛。等一下，这是我2哥，省报头版。3哥，苏萧逸贸易全县最年轻的个体户。大哥，县城百货大楼施工队长。4哥，师直属侦察连3等岗。顾夫人，当初你们把我赶出来，但我要问你一句，你想让我回去，你问问他们同不同意？对了，你们家那位顾念薇小姐，回去告诉她，她不要的家人，现在是我。3哥，刚才那个钱……别提，已经还了。
我是说，你钱包里怎么带那么多现金？做生意的，身上不带现金，人家不信你能付款。不过我跟你说实话，刚才我数钱的时候手也有点抖。我没看出来，因为我练过，练了1个月，今天终于用上了。那个律师说双方再无瓜葛，他说的是双方，不是顾家，是双方。二哥，你听律师说话还分析用词？律师用双方，说明他看过苏家现状，他不敢用单方面的描述。那个律师刚才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说以后公司如果需要法务咨询可以找他。他是顾家带来的律师。是，但他临走的时候趁顾夫人和周世昌不注意，把名片塞给我。连他们自己带来的律师都开始留后路了。不叫后路，叫判断。律师判断顾家没前途了。上次他来咱家，我站在厨房门口，围裙上全是面灰，不敢出来。我怕我一出来给他看到我在腌萝卜，他又会想起被我捡起来的那个包袱。今天我出来了，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上车，他的车把手就断了，我差点笑出声，我忍住了。忍什么？下次别忍了。吃。以前你把自己的肉省给儿子们，现在你儿子们把肉省给你，也不许回头。看见没？那车门把手咔一下就断了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见他那脸色没有？跟变色龙似的。苏家老三从怀里掏钱包到数完钱，一共不到2分钟，16年的账，2分钟结清。我活了76年，没见过环环的这么硬气的。苏家那丫头，她第1天来咱们村，站在井边抱着个粗瓷罐子，村里人谁正眼看她？现在她还要谁正眼看？轻了，少了那束树。后悔了？不是，那个树是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16岁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。今天我才知道爹娘养我们4个花了多少。你大哥的合同也该贴墙上，你三哥的营业执照也该贴墙上。我那执照贴墙上干嘛？又不是奖状。在娘眼里就是奖状。你小时候别人骂你投机倒把，你回来不吃饭，一个人蹲在鸡圈后面，娘知道你难受，只能把饭给你端过去，但你没吃，你把饭倒给鸡了。那只鸡后来下蛋特别多。你这个人跟你爹一个德行，难受的时候不说难受，拐弯抹角讲笑话。我没教他，他自己学的，也没全学会。爹上次腰疼，腰上贴了2张，把娘的膏药贴光了。娘发现的时候还不承认，那是因为你娘那膏药不好用，还不如清河的。他给爹熬的那罐放了透骨草，我去工地之前给他说过爹腰不好，他第2天就熬出来了。多吃点儿。丫头，又采艾草？上次熬的那批快用完了。你三哥那个手年轻时候烂了，没管寒气进去了，艾草只能缓解，你得加一味乔物。后山没有，要去镇上药铺买。多少钱？不便宜，但你家老三应该买得起。今天村里都在说你，说你把顾家那个夫人给怼回去了。没怼，就是摆了几张纸。那几张纸比怼人管用。你知道村里人最怕什么吗？怕你走了，苏家又变回以前那样。我这条腿当年在山上摔断过，骨头接好了，但走路还是瘸。后来有个老中医跟我说，你现在不是在用腿走路，是在用怕摔的心态走路。那个怕摔的想法已经嵌进去了，比骨头难接。你大哥后颈那道疤，我每次去你家都看一眼。最近这几个月他不再拽衣领了吧？让一个有疤的人不再拽衣领，那不是药膏能做到的，那是家能做到的。乘2良 F 电景电容乘5腕表电阻电池仪。哟，这不是苏家的真千金吗？怎么乡下待不下去了，来县城见世面？的路是你家修的，不是我家修的。但有些人走在上面，路都显得窄了。县城上流圈子的聚会，顾家主办的，来的都是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这种人，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。送你了，开开眼。谢了，我会去的。正好，我大哥下周6要跟百货大楼甲方吃饭。我二哥被省里推荐去参加全国科技大赛，我三哥在县城开了分公司。你提醒我了，我该去转转的。对了，你们家最近是不是手头紧？
我看你爸上次来我家的时候，皮鞋都快磨破了。薇姐说的那些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全是假的。乡下人吹牛你也信？老二零件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那5金带上印着胜利5金，县里只有这一家卖电子电笼。他上周跟我说望月表电池没电了，肯定是让你顺便买了。你今天在街上碰见谁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脸上有那种表情。鸿宾楼，县城最好的饭店，下周6，顾家主办的。他给你的？拍到我手上的。行，下周6我带营业执照，你问大哥二哥有没有空。我还没问。不用问，大哥肯定会去。百货大楼甲方下周也是在县城请吃饭。二哥，你只要跟他说现场有电子设备，他马上就来。清河，你刚才在街上碰到顾念威，他那个请柬是拍到你手上的，说明他不是请你，是施舍你。但是1周后，我们会让他明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请柬是用来请的，不是用来拍的。鸿宾楼，下周6，顾家主办的上流聚会，请柬上是这么写的。你去？去，不光我去，你们也去。现场有电子设备吗？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二哥，那种聚会大概有音响，可能还有彩色电视。你要是感兴趣，我去。鸿宾楼的老板欠我个人情，上次帮他弄了一批平价建材，我不是去吃饭，是去谈生意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县城有个聚会，顾家办的。上次顾家来要钱，你摆那4张纸的时候，娘当时就想，要是有一天能把那4张纸摆在顾家的地盘上，该多解气。去吧，穿整齐点。上次赶集，娘偷偷给你做了件旗袍，放在我柜子里，你自己去拿。那个字和，娘不太会写。娘，你眼睛不好，晚上别做针线活。不是晚上做的，是白天。你在厨房熬药膏的时候，娘在堂屋门口坐着做；你往锅里加薄荷的时候，娘在纳鞋底；你往锅里加透骨草的时候，娘被针戳到手了。看得见，穿的人看得见。也是给你做的。你那双旧布鞋，鞋底快磨穿了。娘看你天天往山上跑，走路比谁都多。你这脚不是小姐脚，是咱苏家的脚。娘，你眼睛不好，晚上别做针线活。不是晚上做的，是白天。你在厨房熬药膏的时候，娘在堂屋门口坐着做；你往锅里加薄荷的时候，娘在纳鞋底；你往锅里加透骨草的时候，娘被针戳到手了。丫头，你回来那天，微微把腌萝卜扔在地上，你接过去说：“妈，腌萝卜我爱吃。”那时候娘就想，这个女儿是老天爷补给我的。丫头，今天穿的跟平时不一样。今天要去县城，有个聚会。顾家那个？爷爷你怎么知道？村里早传遍了。丫头，你今天去不是去吃饭的吧？不是，是去打狗的。我活76年了，见过的人比后山的艾草还多。你这种眼神不是去赴宴的，是去算账的。你大哥那后颈的疤，你娘那被扔在地上的腌萝卜，你三哥被骂的那声投机倒把，今天你是去替他们一个一个还回去的。不过你要记住一点，打狗不打脸，打脸太便宜了。打狗要让他自己把链子拽断，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自己把自己的体面扯下来。爷爷，等我回来给你熬新的药膏。娘做的。好看。今天这顿鸿宾楼的饭不吃菜，只吃人。顾念威，谢谢你的请柬。你来了，我说了，我会来的。来者是客，请进吧。顾夫人，我带哥哥们来见世面，不打扰吧？不打扰。你倒是不客气，请柬是你送的，客气不是浪费你的心意。薇姐，周总来了，你爸让你去门口迎一下，别乱碰东西，这里的东西你赔不起。周总，欢迎欢迎，这边请。
苏怀远，怀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百货大楼27那个项目，甲方昨天刚给我打了电话，点名要你，说1期的工程质量检测报告出来了，全省样板。周总过奖，不是过奖，是事实。你上次那个校对方案，设计院拿回去研究了半个月，最后给我回了一句话：这个人如果受过系统教育，能进省级设计院。顾夫人，今天来的客人挺多，都是你们顾家的朋友。那是自然。星爷啊，省里来函了，点名要你去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，咱县第一个，不对，咱地区第一个。省里一共推了3个名额，另外2个是省城重点中学的学生。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具体的报到通知我明天让人送到你家。还有，县长想见你，本来今天他要亲自来的，临时有个会脱不开身，让我务必把你请到他办公室。明天行不行？明天上午我要帮县机械局修一台设备，下午可以。上午修设备，下午见县长，你这一天安排的比我还忙。县长想见你。薇姐，你不是说不认识吗？他怎么局长都亲自来请？刚才那姑娘是不是说人家乡下来的？县长请一个乡人去办公室，这乡下也太高级了。你还没认出省报头版上那个天才少年苏兴业？县长请明天去办公室的人是我二哥，那个周总刚才主动找的人是我大哥。你觉得谁赔不起谁？腌萝卜不错。走了。今天这顿饭吃的怎么样？还行，菜没怎么吃。薛家的人呢？出来！薛家的，你们家不是有钱了吗？路从我刘家门口过，水从我刘家井里打。从今儿起，水路过路付费每月15块，不交钱也行。把你们家那摩托车推出来抵账。这明明是你家的路。刘叔，这条路是你家的。哼，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叫你爹出来说话。刘大彪，你刚才说我抢了你侄子的化肥生意？对，我侄子本来在镇上卖化肥，你一来就把价格压了2成，他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你得赔钱。你侄子卖化肥，他有批条吗？他有营业执照吗？他有省农资公司的供货合同吗？他什么都没有。你说我抢他的生意？行，你去镇上工商主告我，让他们来查。我的批条、执照、合同全在铺子里挂着，随时欢迎查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是苏家村的苏孝义，有人在苏家村堵路，聚众寻衅滋事，对，麻烦你们派人过来。你叫警察？对，你不是要收水路过路费吗？当着警察的面收，我给你留着位置。谁报的警？我，苏孝义。这是村里乡里2级盖章的确认书。刘大彪，你这是第几次了？上次你占老苏家那块地盖猪圈的事还没了结，今天又来堵路。我不是堵路，我是来要账。生意纠纷去工商堵，堵路是寻衅滋事。你是自己走，还是我们带你走？我走。等一下，那块猪圈你占了苏家10年，今天既然来了，顺便把这事儿也结了。土地证明你刚才看到了，那是苏家的地，你是自己拆还是村里帮你拆？我自己拆。老大，这地以后种什么？清溪说种艾草。艾草能当饭吃？不能当饭吃，但能治人疼。以前你跟我说，爹，我考上高中了，我说家里没钱，你点点头就去工地扛水泥了，那是这辈子我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。今天这块地你来种吧。那块地刘大彪占了10年，你爹去要过3次，第1次被打出来了，第2次被骂出来了，第3次没去，他怕再被打。爷爷，你当时在村里吗？在，我看着你爹被抬回来，你大哥那年才13岁，抱着你爹的腿哭。刘大彪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们苏家从这一辈开始就别想翻身。现在你爹那块地收回来了，你大哥站在上面说要种艾草，你二哥的省报贴在墙上，你3哥的摩托车停在院子里，你4哥的喜报挂在你大哥旁边，别想翻身。哼，话不能乱说，说了
要打脸的。镇上种子店的老板听说咱家要种艾草，多送了2袋，说是感谢上次化肥的事儿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说不用送，以后你要是手上有血泡，来找我妹免费拿药膏，这个比化肥便宜，给你省2成。种子买回来了。三哥说镇上种子店老板多送了2袋，因为化肥的事儿。这袋种子算是你三哥用化肥换的，你有没有想在这里种的？我种过药膏了，这块地种你们的。镇长，欢迎欢迎，这边请这边请。苏家是哪家？门口有槐树的那家？对对对，前面那个院子。苏怀远是哪位？百货大楼的质检报告我看了，全省样板工程，咱们县这么多年第一次拿这个荣誉，你功不可没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工地上每个人都出了力。但图纸是你校断的。设计院那3个工程师说，你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你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省级设计院的水平。你是跟谁学的？没跟谁学过，就是看图纸看多了，看出不对了。苏星野，全国科技大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就是有个电路设计的方案还需要再优化一下。我找县机械局借了几台旧设备，自己改了一下，效果还行。自己改？你怎么改的？原设备只能测直流电路，我自己加了一个交流模块，用废旧零件焊的，精度不如标准设备，但够用了。把这话记下来。苏星野用废旧零件改造实验设备。镇长，物资局下个季度的采购计划你投标了吗？投了。有信心吗？有，我的报价比省物资局的统一定价低1成，同样的质量我更便宜，他们没有理由不选我。如果他们选了别人呢？那我会去问为什么。如果他们能给出合理的理由，我改；如果给不出来，我继续投。做生意不是一次定输赢，是长期。很好，做生意就是这样，不是拼便宜，是要不怕比。老苏，你养了4个好儿子，全县都找不出第2家。没事，能学的自己学了，这就不是一般的穷。一般的穷是供不起，你们的穷是供不起，但孩子自己学了，而且学成了。前村里人叫我苏瘸子。谁叫的？很多人，后来不叫了。为什么不叫了？因为家里多了个人。苏家老大，百货大楼的施工队长，全省样板。我在县城卖菜的侄子说，那栋楼是他盖的，从打地基到封顶。苏家老二才厉害，县长点名要见。全国科技大赛，咱县从古到今头1个。那个苏家老三，镇上那个苏萧义贸易就是他开的，现在全镇的化肥都从他手里走。这不是苏瘸子家的孩子吗？以前老苏家那几个娃，穷得呼呼都喝不饱，现在个个全出息了，这是咋回事？以前咋没发现他们这么厉害？你没听说苏家那个换回来的真闺女苏清河，她回来以后苏家就变了。老二那台破收音机是他从杂物屋里翻出来放在老二门口的，老三倒化肥是他提醒省城农资公司有积压化肥，老大看图纸是他说了句大哥你去看一眼2楼外墙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丫头能有这么大本事？不是本事，是他能看到每个人最该干什么，这叫旺家。丫头，去镇上了没？没，怎么了？宣传换新的了，你们家全镇都在看。爷爷，当初我刚来村里，你说你这丫头笑起来跟沾了蜜似的。你刚来那天，我就觉得你不像顾家的闺女。爷爷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屋后发现的那个艾草。后来您跟我说，这艾草老了，后山阴坡有嫩的。后来每次上山采药，都想起您这句话。采到了。那后来药效嫩的比屋后的嫩得多，但我不觉得屋后那片老艾草没用。但他告诉我一件事，不管长在哪儿，多老多不起眼，总会有人弯下腰来认它。清河，你过来试试这双，
上次那双你天天穿着爬山采药，鞋底磨薄了。这双你今年要走的路比去年多，鞋底得厚一点。镇长来的那天，你爹说家里多了个人，他平时不说话，说了就一定是想了好久的。这个人是你。娘以前总觉得日子是熬的，熬过今天再熬明天，现在日子是过的，不用熬了。代价就是你每天爬后山采艾草，膝盖都磕青了。你以为娘不知道？娘知道。你半夜熬药膏，灶火烧了多久，娘就醒了多久。你大哥哥那腰自从抹了你的药膏，他不翻身了，这是你熬的。我不管，再给你3天，3天不还钱，这房子我找人砸了。你们顾家当年买这院子的时候多威风，现在呢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别看了，晦气。老周的货是不是你签的字？我签的。你说那批货没问题，让我先签字，你先拖着它。结果呢？货到了，钱没到，人家不拖了，直接告了。我没想到他这么快翻脸。你没想到，你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你哪次想到了？上次你说苏清河的户口还在咱家，去要一笔抚养费就能翻身，你的律师最后给人家留名片。怪我？当初是谁说的？养条狗还知道摇尾巴？是谁把话说那么绝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他在咱家16年，吃咱家的，穿咱家的。然后你把他赶走了。赶走之后，人家4个哥哥，一个当队长，一个上省报，一个挂了自己牌子，一个进特种部队。顾夫人，苏队长，坐。我来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你顾叔，他欠了一笔债，债主是你们百货大楼那个供货商，已经起诉了，他想让你帮他说句话。顾夫人，周老板是我们百货大楼项目的供货商，他手下300多个工人。如果我去说这个话，周老板怎么看我？我妹妹怎么看我？我妹妹回苏家第1天，你对她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说，两不相欠，别想着攀关系。你们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那天我站在院子里听着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够强。现在我敢直接拒绝，是因为我现在有能力了，可以说句话了。是因为我妹妹回来了，她给我熬药膏治腰，帮我收好助供合同。每天早上在我出门前往口袋里塞2个煮鸡蛋，也是因为一个扛水泥的管不了县长都管不了的事，我还要去工地，你自便。苏总，苏老板，你帮帮我，上次你说的批条能给我几张吗？我拿去卖了就有钱还债了。顾夫人，批条我可以给你，你有货拿去卖就有钱还债，但按规矩先付定金。顾夫人，我从不赊账，赊账的人到最后还不上，我只能去收他的话费，然后我就多了一批卖不掉的话费。顾嫂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找你们局长苏星野那个推荐名额，能不能？苏星也是国家项目关注的人，别说县里都动不了他，你找谁都没用。顾夫人，你是来借钱的？进来吧。我7岁那年发高烧，烧到40度，你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我扶着墙走到厨房，想给自己倒杯水，你回头看到我，说了一句：“别把水滴到地上。”那年秋天，我在学校拿了全校作文第1名，老师让家长签字，我把作文本放在你床头，第2天起来，那个本子还放在那里，你没签，忘了。苏清河，你大哥那边能不能？顾夫人，你先听我说。那16年，你们给我吃过饭，住过房子，但你们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儿。后来我学会了不把作文本拿回家，老师再让签字，我就自己在上面写你的名字，练了很久。你的签名比你本人还像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们赶我走，因为你们不赶我走，我就不会回到这里。你们让我回到了我真正的家。这些钱不是借的，是还你们的。你们养了我16年，哪怕是当猫当狗养，也花了钱，还完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不要再来。他走了。嗯，你把钱给他了？还完了。
路过，这个发卡我在顾家的时候戴了3年，走的那天放在梳妆台上。你后来把它收进杂物堆的时候，大概没多看一眼吧？这个多少钱？5毛，不用找了。你是在施舍我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个发卡本来就该是我的，钱是买回的。你现在得意了吧？我变成了这样，你高兴了吧？顾念薇，你觉得我高兴是因为觉得我恨你？我不恨你，恨一个人需要把他当回事。你在我眼里从来就没重要到值得我恨。你那天把我娘的腌萝卜放在地上，你说丢人，那是我娘连夜做的。她眼睛不好，灯太暗，把萝卜切成丝的时候切到手指了，在围裙上擦了擦血，继续切。你以前说我是乡下来的，现在你也是了。别放他来！我们家以前很穷，4间土坯房，5个孩子。后来我们家来了一个人，她是我们的妹妹苏清河。她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没人给她好脸色。老三叫她带来的药膏是泥巴糊，老三偷偷抹了1晚上，第2天手全好了。老三后来半夜又偷偷去抹，被老四抓了个正着。第2天老四把这件事告诉了全家，老三把老四追得满院子跑。那个泥巴糊现在全村都在用，那泥巴糊是我妹妹用后山的艾草一罐一罐熬出来的。后来我们兄弟4个都有成就了，村里人说苏家祖坟冒青烟了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不是祖坟冒青烟，是我妹妹回来了。今天这日子，要是你姥姥能看到就好了。她能看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她走了，但她留下了你。她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家人。按第3方案执行，记住。清河，我回来了。大哥，进来吧。剩下的你来签。三哥，你鞋。石子路比以前平整了，以前光脚走会被硌到，现在走得惯。我回来了。槐树还在。槐树还在，还是泥巴糊。